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噶。熊貓，我諗大家都聽過啦，中國嘅國寶嚟噶嘛。就算係外交啊，都有機會係送一對熊貓俾人啊，做一個打關係嘅動作啊。呢啲咁珍貴嘅動物，我相信喺中國嘅人呢，應該都知道熊貓係有啲乜嘢地位啦，係唔能夠隨便殺噶嘛。咁但係今集同大家所睇嘅案件就特別啦，就係竟然啊，大陸有兩兄弟啊，打死大熊貓，然後仲將佢嘅肉咧攞咗去賣，去食熊貓肉啊！而且當地人啊，仲當咗佢係野味咁樣買啊！而佢打翻嚟嘅呢一隻熊貓咧，4800蚊人民幣就賣晒俾人啦！喺2014年嘅年底，雲南省昭通市嘅龍台村有村民啊，就叫黃文林啊，一早起身啊，佢打算咧今日就將養咗幾年嘅黑山羊就攞去賣，就幫個女就交學費啦，亦都順便去買啲年貨，咁啊可以過翻個好年啦。咁但係啊，佢一去到自己屋企嘅羊圈咧，嚇到傻咗啊！喂，原本好地地嘅，我個羊圈個欄啊，唔知俾啲乜嘢動物撞開咗啊！而且自己嘅黑山羊啊，瞓咗喺啲血入邊，成地都係羊內臟啊！嗰隻自己養咗好耐死咗嘅羊身上啊，仲有俾猛獸咬食嘅痕跡啊！咁而家個女嘅學費冇咗啦，呢隻羊啊，等於佢哋全家好幾個月嘅收入啊！黃文林啊，越諗越嬲啊！望住成地血跡同埋俾人咬咗一半嘅羊啊，佢肯定呢隻食羊嘅係一隻好大嘅動物，可能有機會係野豬啊之類咁嘅嘢啦。佢呢個時候咧好嬲，即時啊翻屋企攞翻自己祖傳嘅自製火槍，叫埋隔離嘅親兄弟啊黃文才啊，兩兄弟啊攞住槍帶埋獵狗，打算呢就同隻畜生做技啊！而黃家兩兄弟就沿住山路跟住隻羊留低嘅血跡，喺樹林嗰度隱隱約約見到一個龐然大物喎。咁兩兄弟呢覺得奇怪，野豬唔識爬樹嘅喎，睇個款似係熊喎。哇，有熊咁點算啊？唔夠打喎。咁兩兄弟呢咁大個仔啊，都未有見過活生生嘅熊噶，咁心入邊呢已經開始係諗住打退堂鼓走噶啦，就唯有當係自己唔好彩啦。佢哋本來諗住靜雞雞走嘅，點知呢隻獵狗唔生性啊，一路係咁叫，係咁吠，嘈住要翻去啊。而樹上邊嗰隻畜生呢，亦都聽到聲，就竟然咆哮咗一聲，呢聲啊非常之大聲啦。黃文林啊，聽到佢叫啊，好嬲啊！佢心諗話呢一隻咁嘅畜生食咗我隻羊喎，如果係熊嘅話，我就要殺咗佢，用佢隻熊掌嚟賠錢俾我啦。咁砰砰兩聲，樹上邊嘅熊呢就開始慘叫，笪咗落地下啦。而呢個時候呢，呢隻熊已經成身血喺度慘叫，喺地下爬。咁細佬黃文才見到咁呢，就跟上去，就對住隻熊呢砰砰兩聲。咁啊隻熊終於死咗啦。咁但係兩兄弟一睇呢，先發現啊，呢一隻唔係啲乜嘢所謂嘅畜生啊，佢兩個原來唔小心殺咗國寶啊，係一隻野生大熊貓啊，而且係雲南省嗰度呢，係好少可以見到熊貓噶。咁當時點解睇唔到佢係熊貓呢？因為佢白色嘅毛就整污糟咗，然後肥咗佢兩槍，啲血呢又黐晒上身上邊，咁所以又分唔到啦，以為佢污糟咗係黑熊啊。咁呢個時候兩兄弟好驚啊，但係佢哋不斷咁安慰自己，話呢一隻係熊，唔係熊貓。於是乎佢哋傾咗一傾啊，打算呢將成件事隱瞞咗落嚟啊。然後佢哋唔知喺邊度聽到呢，就覺得啊，熊貓皮好值錢啊。佢甚至覺得咧，呢塊咁嘅熊貓皮應該係會比佢隻羊更加值錢，賣咗同佢小朋友做學費都好似幾好，唔錯咁。而熊掌又咁貴，熊貓嘅熊掌應該差唔到幾多啩？咁仲有熊貓肉呢？咁反正都未試過啦。咁於是乎呢，兩兄弟第二日帶咗把刀上山，首先就幫隻熊貓剝皮再肢解。兩兄弟就係咁樣咧，得到70斤嘅熊貓肉，一個熊貓膽，4隻熊掌。咁呢兩兄弟好高興啦。黃文林啊，仲興高采烈咁樣
攞咗一個大骨頭、大棒骨，好開心咁攞翻屋企，叫個老婆煲湯，就話係朋友送嘅紅骨棒。而皇家妻女咧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，就飲咗呢一碗熱辣辣嘅熊貓湯啦。而之後黃文林就帶住呢70幾斤嘅熊貓肉去到隔離鎮嘅超市小賣店。咁呢個小賣店嘅老闆呢，係佢朋友嚟嘅，叫做吳基超。咁黃家兄弟屋企一直都係做獵戶噶，平時就會帶啲野豬、野雞、蛇肉、鼠肉攞去賣俾佢。今次見到黃文林帶咗成70斤嘅肉，佢都覺得有啲驚奇啊！問佢咩肉啦，點知呢？佢同佢講係熊貓肉喎。聽完之後佢好驚啊！咁但係佢個心又諗咗諗啦，喂，呢個熊貓肉嚟嘅喎，我幾個客戶肯定中意啦。咁反正殺熊貓又唔係我，食熊貓嘅更加冇乜好驚啦。咁我而家又怕啲乜呢？咁吳基超諗下咧，就攞咗4800蚊人民幣俾黃文林啦。而雙方就約定呢件事要保密。原本以為件事就會相安無事嘅，但係呢一批嘅熊貓肉野味啊太好賣啦。咁有一次呢，佢同啲舊客戶介紹嘅時候，就俾村入邊嘅村民李扶清啊聽見咗啦。李扶清買嘢嘅時候啊，隱隱約約好似聽到老細細細聲咁喺度講熊貓肉嚟噶，呢啲熊貓肉你試下啦，我叫人啊好難先揾到翻嚟噶，第一次食嘅話我收你順啲啦。而李扶清呢，就望住佢哋鋪頭嗰個冰箱，越諗越驚啊，於是乎呢，就去派出所嗰度報案。咁公安一嚟到啊，打開個冰箱呢，就見到有好多野生動物嘅頭啊、腳啊，由山豬、山雞、蝙蝠、馬騮、蛇，總之係乜都有。但係仲有一批8.5公斤切割完整，但係就唔知道係乜嘢動物嘅肉啊。而老闆吳基超咧嚇到講唔出嘢，就吞吞吐吐咁樣講話係黑熊啊！佢心入邊希望啦，希望冇人識呢啲到底係乜嘢肉。咁公安呢，就安排取樣調查，直到2個月後啊，個結果終於出嚟啦。由樣本上嚟講呢，嗰一啲不明嘅肉類原來係熊貓肉啊！公安呢個時候都嚇親啊！你要知道啊，目前雲南地區第一隻出現嘅野生大熊貓呢，就係雪櫃呢一隻啦。咁而之後佢再次審訊吳基超，就順藤摸瓜，將黃家兩兄弟呢就挖咗出嚟啦。而公安亦都喺黃家嘅床下底揾到一張係晒污漬嘅熊貓皮。而黃文林兩兄弟呢個時候先至如實交代啊，就講出黃家嘅羊點樣俾人食，兩兄弟又點樣殺熊貓再賣熊貓。咁如果當時佢哋射第一槍，黃家兄弟啊即刻上報俾相關部門做搶救嘅話，咁兩個人呢，可能都未至於有而家呢一個咁樣嘅下場啊。甚至乎佢兩兄弟上到法庭嗰陣時啊，都覺得自己好冤枉啊，只不過殺咗動物啫嘛，竟然會判刑喎。佢兩兄弟啊，黃文林、黃文才啊，分別判有期徒刑13年同11年啊，仲要罰1萬蚊嘅罰金啊！佢兩個覺得好冤枉啊！原來曾經咧喺1989年啊，有人因為殺大熊貓咧，係判佢坐監坐15年噶。咁原來大熊貓俾人殺咧，都唔係第一次噶啦。喺1999年，四川嘅農民楊世成啊，同樣都係用自製嘅槍喺冬天動物冬眠嘅時候就發現咗3隻大熊貓嘅 BB。咁呢3隻嘅熊貓 BB 冇成年熊貓賠啦，就變成咗佢最好嘅獵物啦。而同黃家兄弟唔同嘅係，楊世成咧係一個慣犯嚟噶，佢剝咗熊貓皮之後就攞翻去俾佢阿媽睇住，然後四圍去揾地方賣，就揾到個好朋友嘅爸爸高雄友，對方出價2000蚊，但係佢唔賣啊，佢嫌太低啊。而高家父子見到咁嘅樣啊，就同佢講：你如果唔賣嘅話呢，我就去告發你。咁今次呢，連2000蚊都收唔到，高家父子用200蚊就買咗3張嘅熊貓皮。而事後楊世成亦都係俾人告發，因為200蚊殺咗3隻大熊貓，就判咗14年啦。咁所以原來呢，喺中國嚟講啊，獵殺大熊貓係一個非常之重嘅罪嚟噶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案件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。
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